不落寞，谁能说得过？成败亦如昨，对错又如何？有谁不是看惯了离合？ 我一击必破，任督二脉血都打开，对罪恶我一击必破，一时正气拍下脑袋，不出则已，一击必中，不动如山，一击如火。 Ready? Ready? Fight! 怎么来了都不说一声啊？我只是经过，又不是来看比赛的。文凯还有一场比赛，进去看看嘛。不看，关我什么事呢？什么不关你的事？你是他们师公哎。而且我看到你偷偷看文凯练习，是不是觉得他很有天分？如果你好好栽培他的话，他很有可能是明日之星。 明日之星，栽培了又怎么样呢？打赢了又怎么样呢？一峰当年也是很有天分的，结果呢？难道你不怕文凯跟他一样吗？当年是场意外，而且我们不应该让以前的事一直影响着我们。不，你们忘记了当年惨痛的教训，更忘记了一峰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哥。 如果哥当时没参加比赛，他很有可能就不会出事。但是哥不在了，这是事实，我们只能接受。如果我们不放下过去，我们永远都走不出来的。够了，唯一能打开心结的，只有你自己。 我没有输，刚才他那一脚只是轻轻擦破，这一分不算。你输了，认输吧。我不服，我要再比一场。不好意思，别胡闹，走。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愿赌服输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小子才没学多久，他居然可以打赢你！ Daddy， 你不是跟6大道馆的人很熟吗？你帮我跟他们说啊，让我再比一场。你别胡闹了！你到底帮不帮我啊？你要我怎么帮你啊？
回家再说。你发什么脾气呀？自己学艺不精，还无理取闹。老人跟同名他们都打赢了，只有你打输啊！是你连累了大家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哭了就不美了。爹爹刚才说错话了，你刚才是轻敌，以你的实力，怎么可能会输给这个文凯呢？对不对？今天是友谊赛，不算分的。Ready? You ready? Fight!对不起，教练，我还是输了。身为新人可以打入4强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不要灰心，继续努力。文凯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连1连都输给你，还不满足啊？打过了嘛，专心读书了哈。我先去换衣服好了。来，先告诉你们哈，这一次呢，一级道馆有这个成绩，算满意。不过，你们还是要继续努力，不能松懈，这样子才对得起你们的明星教练。哇！还有我，哎，我有份的哈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饿死了。来，大家吃。过来。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情景，跟我们以前第一次比赛的时候一模一样？那个时候虽然只有1封赢，不过我们都超开心的，记得吗？我觉得文凯有点像我哥，蛮有天分的，一教就会。根本跟你哥一模一样，天才型选手。Sorry，一峰比较帅。是啦，你的一峰哥最帅了。啊，天才归天才，天才还是要努力的，知道吗？没有要努力。知道了。爸，师公，我们在开庆祝会，过来吃吧。趁热吃吧。哎，你忘了拿汽水给师公哈。他不喝冷的，他只喝苦碧欧。苦逼我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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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10个动作你要错8个，输了比赛很沮丧是吗？输不起的话，以后不要再参加比赛。我会输，还不是因为你偏心，把时间都分给那边的人。你还记得我们吗？自己输了比赛还敢怪别人？你输是因为你太骄傲、太自信，看不起对手。你分明就是偏心。今天到此为止。李雷，留下来把地方打扫干净，好好反省。下课。
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输了一场比赛，你们需要这样吗？不要管他们，我帮你吧。谁要你帮？走开啊！干嘛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也跟他们一样，心里讥笑我输了比赛。我不用你假好心，滚开！以琳，他们是来这里交学费的学生，快道歉。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明天早点到啊。你干嘛又发脾气呢？连你都要嫌弃我吗？我哪有嫌弃你啊？所有人都在笑我，说我不如那个文凯。学武之人绝对不能轻敌。你不如他的地方，是因为你以为自己赢定了，所以你轻视了他。我还不够难过吗？你还要打击我？宝贝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要改过。宝贝。喂，我的奖品呢？哦，你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只不过是一场友谊赛嘛，下次赢回来就好了。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不可能输给你的。知道了，你就当是我幸运，或者你自己运气不好了。你根本就是在嘲笑我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跟着我。干嘛这么激动？哎呦，为什么这么多事？喂，你还要买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倒不如把这些店全部搬回家好了。我就是要继续买，不行吗？你要什么，我买给你。拜托了，小姐，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。反正我就是要花光我爹地的钱，让他心痛。无聊。不要再跟着我了。要买蝶酥吗？要买蝶酥吗？3包1块。不用这么多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拿去吧，早点回家休息。没关系的。干嘛？我很讨厌你笑的样子。现在的你啊，就跟那个乐于助人的万里千寻一模一样。我只是不想他在这里挡路罢了。哦。喂，你的东西啊！婆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知不知道你很烦，像是苍蝇那样赖着不走？拜托了，你以为我想啊？还不是怕你想不开会做傻事。神经病！只不过是输了一场比赛，我会这样想不开吗？那你就没有必要买这些东西发泄了。我就是喜欢这样，你管得着？你心里明明不是这么想的，为什么老是口是心非啊？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不喜欢就走啊，反正向来没人管我。不会啊，你爹地很关心你的。我出来了一整天，手机完全没响。他要是紧张我，会这样对我吗？精英队。那班人，我赢了比赛，他们就沾光；输了就讲难听的话。这种人算朋友吗？也对啊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啊，你现在有一个了。谁要和你做朋友？不要以为你跟了我一整天就可以当我朋友，才不像朋友。拜拜，晚安。哎，宝贝，没有去shopping啊？是不是卡刷爆了？用这张，刷不爆的，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不要，钱，你眼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我是你女儿。哎呦，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才任由你花我的钱的嘛。
你以为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吃好的，住好的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你什么都不懂。Daddy 怎么会不懂呢？你试试看，把你所有的一切都还给我，到时你就知道 Daddy 的重要了。我才不稀罕。你不稀罕啊？那以后你自己靠自己吧。宝贝，宝贝。你们继续。走。要不要进去一起练？不要，你又不是你们道馆的人。那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输给我？来吧。走。嗨，依琳，欢迎你来。大家都是一季道的人，就不用那么拘谨了。你不是说要告诉我怎么打赢的吗？说就说，你记不记得比赛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不断的进攻？一季道的精神是什么？不动如山，一击如火。当时你太心急了，完全不可能发挥自己所有的潜力。最后我也是看到你的破绽，才突然击中你。就因为这样？简单来说，就这样。我相信，如果当时你能冷静下来，可能就有不一样的结局了。原来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依琳，我们等一下一起吃午餐吧。怎么？现在是连一起吃午餐都不敢了？谁说我不敢？我看你们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吧？有，就在这里，那很好吃的哦。哎，我的鸡腿！对挫折我一击必破，任督二脉全都打开，对罪恶我一击。这边，你有没有看到Elaine啊？没有啊，我才刚到。我只说他2句，他就跑掉了，现在连手机都不听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离家出走啊？你们两父女到底是怎么样？有话好好说嘛，就是爱斗气。还不是为了你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偏袒那边的杂牌军，教他们绝招打败Elaine的？我两边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哪里有偏袒谁？那你说你是站在哪一边？我就站在这边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严东山那个老头，屁都不放一个，你就帮他教他的学生。你也不想想，当初是谁提拔你，你才可以成为明星教练的？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早就像你师父一样落魄了。师叔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骂师父。我是你老板的，你吃里扒外，你根本就是叛徒。那你现在想要怎么样？我今天要你做个决定，有他没有我，有我没有他。你确定你要我现在做决定？是。那我做的决定，你千万不要后悔。不会。好，我辞职。辞职了？对啊，今天早上我递辞职信。你想清楚了吗？师叔一直逼我选择，我一定要选师父的嘛。可是这样你不是没有收入，师傅又没有给你薪水。做人不要这么现实，要凭良心，钱又不是重点。没有钱你要怎么活？我就吃少一点，用少一点，我就不相信我会饿死。这样你的储蓄很快就会用光的。你们两个放心吧，有我的本事跟实力，要找工作，出去绕一圈就有了。啥的？你以为现在找工作很容易呀？师兄那里薪水高，福利好，你要去哪里找那么好的工作？薪水高，福利好又怎么样？我就是不开心。不开心又怎么样？工作就是工作，赚钱比较重要。好啦，我不想跟你吵，反正我已经决定了。我觉得现在很好啊，我可以专心训练文凯他们。重点是没有师叔在我耳边一直碎碎念。也对。那以琳他们怎么办？
那里的学生你不管啊？师叔应该帮他们找新的教练，还是我把他们架在这里？你这样很不负责任哦。哇，你很莫名其妙。我难得可以在师叔面前威风一次，也算帮师傅争一口气。你不支持我就算了，可不可以不要泼我冷水？我是在劝你不要做傻事。我现在很傻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够了。那么冲动，以后肯定后悔啊！懒得跟你说，傻瓜。关他屁事啊！哎，舒雅，哎呀，你别生气啦。他做出那么傻的决定，我能不气吗？他一向来就是这么冲动的，难道你还不习惯吗？我是为他好，他反过来说我。你不要跟我说你站在他那里。当然不是啊。但是他也说过了，是师叔逼他的，难道他会放弃重整道馆吗？喂，你不觉得他很像一个人吗？像谁？他这么讲义气，又有原则，不觉得很像我哥吗？他才不像啦！我哥最大的优点就是重情重义，从来不向利益低头的，所以别生气啦。郑斌只是在做他觉得是对的事，有志气是好的。志气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你要是为了他好，就好好劝劝他吧。先走了。劝不动，他拍拍屁股就跑了，把这里的学生全部丢下不管了。我说到口水都干了，他还是不听。Simon Fitness 的明星教练过去一击到，被人知道了，不是成了笑话？不行，我去找他回来。哎呀，师叔，你不用浪费时间啦，我都已经尽力了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你是什么态度啊？你收了我的钱，一句尽力就完了？那你教我应该怎么做啊？这明明是你的任务，你反过来问我怎么做啊？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的？喂，师叔，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不一定能说得动他，是你硬要给我奖金，要我去试试看，劝他回来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一定是联手来欺压我的，一个辞职，一个叫弟弟打败我的宝贝，让我没有面子，是不是？你的幻想力也太强了吧！真的是怎么样的师傅教出怎么样的徒弟呀？师叔，你对我发脾气也没有用啊！你要是那么不能没有他，当初就不应该逼他做选择。现在他跑掉了，你能怪谁？老实说啊，我是帮不了你的，对不起。他要走就走，我今天能捧出一个明星教练，明天我照样可以捧出另外一个明星教练的，还不去做事？文凯，怎么以莲还没进来呢？他不是在比赛中输了给你，就不跟我们玩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前2天才见过面。哎，你们轮流失踪哦，苦的是我们嘞。文凯，叫以莲回来吧。你们在干嘛？怎么不练功？没有了教练，还叫什么精英团队？我们被抛弃了。谁说的？说不定教练只是暂时休息而已。听说辞职信都交上去了。我相信教练不会这样丢下我们的。起来，精神点！教练回来看到我们这样，又要骂人了。照我看，是因为你打输了，教练不满意才走了。少把罪怪到我头上，你平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输了还敢那么大声？是啊，我是输了，而且我的 teammate 还要落井下石，这就是团队精神吗？我也是跟你学。不要吵了，以琳也不想了。再说教练要走，我们也拦不住啊。更何况他最近那么偏心那边的杂牌军，他走我倒不出奇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不要乱猜。你们这几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今天的课不是取消了吗Mr. Simon， 听说教练过档去教杂牌军了，是真的吗？他要走就让他走，放心吧，我会找一个比他更好的教练回来教你们的。说的那么潇洒，肯定是你使什么诡计来逼走教练吧？我堂堂 Simon Fitness 的老板，需要这么无赖吗？逼走他对我也没有好处。以后你们不准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了。是你心虚吧？林，不准没有规矩啊！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懂。你叫舒雅姐去做卧底，
找机会搞破坏，要教练在一级道馆教不了学生，是不是？不要乱说话。你做了这么多坏事，迟早你身边的人都会一个个走掉，包括我。依琳，依琳，喂，没事吧？不用你管。哇，又不是我弄你哭，你对我发脾气也太残忍了吧？那就走远一点。哦。没有一点主见。小姐，你很难伺候嘞。有没有纸巾？没有。过来。干嘛？喂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外套。你真的要退出啊？退出就退出，反正那边的人我谁也不喜欢。有些话说了是收不回来的。我是说真的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练武？你也许不会相信，我练武是为了要讨爹地欢心。我爹地妈咪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爹地为了补偿我，就拼命给我买东西。一开始的确很开心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就会发现那种开心是无法持久的。我想要的是爹地能多陪陪我。所以你是为了要引起施世光的注意，才加入武术的？为了证明给他看，我也可以为他争光。赢了比赛，他确实是很开心，对我也很好。但是比赛一输了，就全部打回原形。我真的很累，我不想玩了。如果现在就退出，不会太可惜了吗？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自己有多少实力。我觉得你只是还没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 moment， 就是可以让你感动的 timing。拿我来说好了，我从小是我姐姐带大的，她很关心我。虽然有的时候是过度保护，不过她把我人生的一切都规划好了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。直到一次偶然的接触到了跆拳道，我才发现其实我自己非常的热爱武术，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学，即使是我姐反对。真的那么神奇？因为这种激动和热忱完全是发自内心的，所以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离开武术。可是我对武术没有这种感觉。那是因为你一开始的目的就错了。你是为了要证明你自己，所以你只要输了一场比赛，你的这个信念完全就没有了。可是没有人可以确保自己永远不输。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心态，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去接触武术，说不定你可以找回自己的 moment。真的吗？没有试过怎么会知道啊？如果就这样放弃，不是太没用了？你说谁没用？没有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你的手机呢？干嘛？那，你已经很久没玩了。我们欠了很多武器，你最好现在立刻马上抢回来。现在？当然了，我好不容易抓到你，一定要把握时间嘛，快点。那你看，你要负责哦。快点啊！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啊，像我这么宽宏大量的人，根本不知道生气2个字怎么写。没有生气就好。为了你的事，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了，黑眼圈都跑出来了。啊，为了我辞职的事。是啦，你都不知道师叔有多生气啊，连我都被骂。他就是这样的啊，你不要管他就好了。说的轻松，我夹在中间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师叔跟你说什么？说你忘恩负义啊。师叔老是把恩字挂在嘴边，如果忘恩负义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在他那里待那么久？你最后还不是离开了他？那是因为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。难道帮助师傅不是最重要的吗？师傅又不领你的情。他以后会感动的。
难喽。为什么一直帮师叔说话？你不会是被他收买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说事而已，需要那么认真吗？啊，开玩笑啦。把你请吃饭。啊，这样也要请吃饭？我请。以前我跟一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太任性了，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以后再谈恋爱的话，我一定会改的。我们以后不要再吵架了 ，OK？ 啊。怎么了？我这一次完蛋了。我确定舒雅把我当成她男朋友。那很好啊，恭喜你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恭喜的？我是想要来跟你讨论一下。讨论什么？讨论我接下来要怎么面对舒雅。很简单啊，就对她好一点，不要跟她一直唱反调，拿出绅士风度。是女人都喜欢这样的。才不要当她的替代品。什么替代品？你是觉得舒雅把你当成我哥？我只是怀疑。那这个正是你自信有问题了。一向来自信满满的你，怎么会觉得自己比不上我哥呢？反正这不是重点。其实我……你不要啰嗦啦。我哥虽然很完美，但你也不错啊。依晨啊，其实我对舒雅好一点。她虽然看起来很坚强，但是面对感情其实蛮脆弱的。不要欺负她，知道吗？最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紧张，可是又很甜蜜。爸，送给你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如果我跟你要回这个表的话，千万不要还给我。如果我跟你要回，我就是猪。你搞什么鬼啊？你才搞什么鬼啊？干嘛穿成这个样子啊？以后如果冷的话，可以用这个调节功能来调节温度。我知道，我只懒得调罢了吗？是哦，那你是故意让自己冷到睡醒啊？切，懂一点点就耀武扬威。调好了，保证你今晚一定睡得很舒服。哎，为什么送我手表？没理由啊，喜欢送就送。你不喜欢的话不用戴，也可以丢掉。晚安。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国际少年自由搏击赛的选拔赛。这个比赛呢，就跟海选一样，只有在选拔赛里面胜出，你们才有资格参加年底的国际少年自由搏击赛。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参加？是啊，能参加选拔赛的都是蛮不错的选手，所以你们一开始可能会遇到很厉害的对手。我们以前有参加过的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就惨了，以我们这样的实力，这样跟他们比，我们真的可以吗？你们不要还没比就泄气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专心训练，不要去想比赛的结果。每次的参赛都是个很宝贵的经验，要加油。
我们都以冠军为目标 ，OK？ 没错，我们会努力的。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先去跑10圈，走吧 ，Go！加油！姐，没跑过啊？加油啊！我们来了，陪你们吃饭了。一晨，一起啊！是啊，会买了你的。我现在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有加料了。走吧，去跑步。不行了，没力气。不是刚说要为选拔赛努力吗？这么一点训练怎么够啊？你给我休息一下，5分钟也好。算了，我先自己去。哎，这个文海也太夸张了吧！走吧。我真的跑不动了。好啦，起来了。哎呀，哎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妈妈的男朋友是不是回来了？没有，别乱猜。你有事的话一定要说出来，我们一定会帮你出头的。哎，闽南。时光，说过了，腰部要用力。谢谢师公。不过我还有一招不是很明白。爸，文凯、豆豆和闽南在这里训练了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他们怎样？要达到目标还差得远呢。我觉得文凯挺有天分的，可以重点栽培，你说呢？他还需要后天的努力。都怪郑斌太严厉了，搞到他们全都怕他。
训练的时候战战兢兢，有问题都不敢问，这样怎么进步？我觉得你应该训练他们才对。我已经忘记了怎么教学生了。怎么会呢？你刚才打得很好啊，真是打到位了。我可没有教他，是我打我自己的，他跟着练而已嘛。这样就对了。你打你自己的，文凯跟着练，怎么说你也是一技道馆真正的师傅啊。想当年一技道馆有多风光啊！现在虽然有郑斌接手，但是如果你出来坐镇，道馆就真的复活了。来，大家想吃点什么东西吗？不用了，你不是说要讨论选拔赛的事吗？这么急干什么呢？我们难得出来见面，多聊几句嘛。我很忙的，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。好，那我就不兜圈子了。我决定增加这一次选拔赛的赞助费，占总经费的80%。80%？你确定？这种事怎么可以乱讲呢？每年的选拔赛都会发掘不少有潜能的新人，我也想为本地武术界尽多一份力。西门，老实说吧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要保持这个比赛的水准和专业，每个参赛者一定要经过严格的筛选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。那你觉得哪些人是不可以参加的呢？一击道馆呢？现在那里更像个康乐中心呢，里面的街坊比学员还多。听说他们只有3个学员，如果让他们参加比赛的话，那不是把整体的水准都拉低了？可是严东山不是你的师兄吗？不让他参加的话，不太好吧？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师兄，我才不能让他丢一击道的脸啊！其实一击道馆已经退出这么多年，我看他们也没资格代表一击道了。是啊，如果让他们的学员参加比赛的话，那不是成了笑话？一击道有我们 Simon Fitness 就够了。你那个是健身中心，不是道馆。让一间健身中心代表我们一击道，那才笑死人呢。Simon Fitness 已经代表一击道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在质疑他们吗？现在一击道馆回来了，我们一定会参加比赛，有没有资格代表一击道，到时就知道了。是你自己要换了道馆，不参加任何比赛。现在你要回来比赛，因为这个比赛是你主办的。说那么多，其实是你怕再次输给我，对吗？谁输还不一定。上次你不是输了吗？连我一个新徒弟都打不过。我才不会怕你那班杂牌军呢！这一次我一定要彻底把你打败，让你的一击道馆从此以后回不到赛场。那么说，你是不反对我们参赛的啦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我等你。把我当成他的男朋友。阿去，我要死你！